清楚了吗？你松手了。你再给我5分钟，5分钟你要还坚持，我一定不拦着你。走，上装修。我妈联系不上我，我也给她发个信息。你发。你好好考虑清楚啊，别冲动。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幸好我及时赶到。我被你强奸了，我来报警算冲动吗？我说了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啊，你现在把账号发给我，我马上安排。我当什么了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真的是因为喜欢你。我想帮你，帮我？那我被你强奸了，我还得感激你，是不是？不要说的那么难听。我是，对，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下跟你发生了关系，但是那是因为我喜欢你，可能你还没喜欢上我，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今后的发展。我现在可以马上给你办理入职手续，啊，马上把你家的债给清了。你不想在家待？我马上给你安排一个住的地方，你可以说你去北京了，怎么都行，只要你想得到，没有我办不到的。如果你去报警，把我抓了，你能换回来什么？你是不是还得面对这个烂摊子？你们家是不是还在水深火热之中？而且你一个女孩子，这种事情传出去，你怎么做人啊？都别说什么去给人家傻儿子当媳妇了，谁会要你啊？那么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啊？让我来改变你的生活，甚至是改变你的人生。我真的喜欢你，冰清，真的。冰清，冰清，对不起，我没控制住自己，我冲动了。你真的太迷人了，我没法控制。对不起，我的做法不对，但是，冰清，你能不能把门打开？我们俩可不可以面对面的去聊一下？现在就去报警，要不然你就杀我别跑！哎，你听我说，别跑！我干嘛要杀你呢？不至于吧？是，好，你可以报警。你可以报警把我抓起来，但也不至于把我枪毙了呀，对不对？那你除了解解气之外，你还能换回什么？冰清，你听我说，我可以补偿你，好吗？你们家欠多少钱？100万是吗？我来帮你还。冰清，你要这么去想一下。啊，你们家之后不用再东拼西凑了，啊，你也不用再替任何人还债，对吧？你挣的每一分钱都属于你自己，你可以为自己光明正大的活着，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？你不用离开这个家，你可以为自己活，这难道这个日子你没有想过吗？好，我给你指这条路可能不太光明，但是它宽呐，对吧？说你哥办了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当初跟他借钱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每个月还他2000，这才多久，他就变卦了，一下问我要3万块钱，我上哪给他弄这么多钱去？你那么生气干嘛？人家这不是孩子要结婚吗？他们家也不富裕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咱们就想想办法呗。我能想什么办法呀？啊，他们孩子结婚，
就得把咱俩往死里逼呀，哪有这个道理的呀？青青啊，说话小点声。哎呦，烦死了！老夏，你看啊，咱们有难的时候人家帮过咱，现在人家有难了，咱不能装着看不见听不见，不是吗？哎呀，情况不一样好吧？咱是有难，他可是结婚呢。哎，你听听你哥你嫂子说那话啊，就好像我们有钱故意不还他们一样，这是人话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说谁什么东西啊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哥啊？我哥再怎么样也比你姐强，你出这么大事，你姐出过1分钱没有啊？你姐跟咱们怎么说的啊？1分钱都没有，对吧？结果呢？没过几天就给他儿子换一台新车，他说他没钱，你信吗？你姐要是愿意帮咱们用得着问我哥借钱吗？再说我哥是什么人呀？普通工人，他能有多少钱？我哥不给咱们借钱，那是理所应当，他没钱。你姐呢？你姐不给你借钱是为什么？你自己不想想，你还骂我哥，你有脸吗你？青青啊，睡醒了别忘吃饭啊！妈妈把饭做好了，就在厨房放着呢，起来热一下。不吃饭可不行啊，2天没吃东西了。那我们上班去了啊。别动车啊，等着。这是哪儿啊？职工宿舍。走。
进来了，这是卫生间。这个房子啊，所有的家具、床品、地毯、这个冰箱、洗衣机都是新的。你包括这个厨房做饭的这些家务事啊，都是一应俱全了。啊，这生活必需品啊，反正我能想到的都想到了。这个房子可贵之处就是因为有这个露台，你知道吧？闹中取静，挺好。你看像这个花花草草啊，还有这外边的这些绿植，都是租摆公司今天早上刚刚布置好的。你就平时浇浇水就行了，死了没事，咱们随时有人过来给你换。啊，那个。这个梳妆镜啊，昨天下午跑了2家家具公司，才给你选到的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。反正这2年公司的事全放下了，我就光忙活你这个房子了。满意吗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肖总，不好意思。这2天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就没去公司了。好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好的，晚上见，拜拜。冰心来，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入职合同的事情。是这样啊，你的月薪呢是15000，一年是18万。因为你们家有困难，所以公司啊一次性预支你6年的薪水，就是108万。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因为你一个小姑娘刚入职是吧？你就突然拿回家这么大一笔钱，你爸妈肯定起疑心。其实这个钱呢是我个人出的，这跟公司没有关系。你也不用来上班。那说白了，这个合同就是拿给你爸妈看的。这样听起来呢，入情入理。那所以咱们就得把这一切都想得严谨。当然，你的这个生活费啊，我是另外支付的。我呢也没法再陪你了，因为这2天公司堆了太多的事情，都需要我来处理。这个是钥匙，你好好的，有任何问题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冰清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真的对不起。这些全都是他跟你说的。勘察现场的时候，我对这把刀有印象。照这么说，这把刀预示着他接受了当下的一切。夏冰清有没有留下被强奸的证据？不知道，我问过，他没回答我。他有没有告诉你那个人是谁？没有。他经常用他那个人渣男、混蛋、狗屎、垃圾来代替那个人的名字。夏冰清怎么会跟你说这么私密的事情？
一是因为我也不会坏他的事儿吧，二是因为我也不认识那个人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喝酒了，一旦找到了李想的耳朵，就拼命地往里灌声音。他太需要倾诉了，我可能是他唯一的听众。你说你第一次见夏冰清那晚，他一边呕吐一边喊痛快，这2个字他后来还喊过吗？痛快是他的口头禅，他经常说，尤其是在喝醉之后。你对他喊的这2个字是怎么理解的？我认为痛快有2层含义，第一层是指喝酒，第二层是指现实生活。喝酒痛快吗？痛是真的，快只能在喝多之后才会浮现一丢丢。现实生活痛快吗？我认为他说的是反义词。说的我口干了，我能去煮杯咖啡吗？去。我也去学习学习。你这儿不像个公司，倒像个酒吧。是，这原来就是个酒吧，后来关门了。我看这装修还可以，如果做一个广告公司，还显得挺有性的，省一点是一点。在温超的讲述中，夏冰清前几次进来都是靠在椅子上，而不是躺，说明这张躺椅是他后来专门为他买的。夏冰清啊，夏冰清，为什么别人给你一张躺椅，你就说出自己的全部秘密？这是达利的风格。穆达夫说达利是个顽皮的孩子，喜欢做出格的事情，并狂热地渴望他做的事情能引起别人注意。难道温超也有达利那样的人格特质吗？上个月15号下午，你在不在公司上班？不在。确定？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公司上班。那天你看见夏冰清从你公司门前走吗？没看见。我不可能无时无刻盯着门前。他每次出门是个秘密。好几次我看见他在等车，朝他挥挥手，让他把脸扭过去。他不愿意我看见他等车，生怕我知道来接他的人是谁。那个来接他的人你见过吗？没看见过，他从来不下车。你觉得他是真的怨恨那个人，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我还专门问过他。为什么每次都气鼓鼓的回来，第二天还屁颠屁颠的去找那个你恨的人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问。你知道鼹鼠吗？它们长期生活在地穴里，视力完全退化，一旦见光，中枢神经紊乱，器官衰竭，不久就死了。我听过，我知道。我就是一只鼹鼠，就是见光死，
除了他，我不敢见任何人。我的父母、同学、朋友全都以为我在北京工作了。我只能在节假日的时候回去看看他们。我跟那个人的关系也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每次见面都像特务接头，生怕被谁当场抓获。一面恨他，又只能见他，见面就吵，分开又想。面对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是我的敌人；可面对全世界，他又是我的伴侣。我进也不能进，退也不能退，我就像掉在一个大坑里，怎么样也爬不出来。但我又不甘心如此。其实我很想给他一些建议，但又怕引起他的警觉，担心他关闭我这条唯一的情感宣泄渠道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想在你身边做一个没长嘴巴的耳朵。我现在需要你张嘴巴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一刀两断呗。之前吃了亏你就咽了，你不能让这事儿折磨你一辈子啊！怎么断？你说我怎么断？我现在已经被伤得走不动了，就像被踩烂了半截的蚂蚁，我只能在原地挣扎。跟他结婚我也努力过，可主动权根本不在我这儿。他只是在需要我的时候分泌一点点感情，不需要的时候我连一丝气味都闻不到。他只索取我的一部分，却霸占着我的全部。你得有勇气把缸砸破，你自己才不会被淹死啊！那你帮我策划策划，我怎么把缸砸破？你让我付多少钱我都愿意。我这儿就一广告公司，我只会策划产品。我觉得特别逗，从小就有人教我们与人为善，和气生财，为人民服务。没有一个人教给我怎么样处理感情。我在恋爱里面得分是0分。我连0分都不算，我得算负分。有没有第3种选择？我不跟他结婚，但还能保持现有关系。那要看你心脏够不够大。那我保持现有关系，但找另外的人结婚呢？你这叫版本升级，你心脏得是刚做的才行。你相信情感是专一的吗？这件事我没有发言权。是不是我太矫情了？现如今什么样的情感关系没有啊？存在即是合理的，不是吗？是什么呀？是，我听明白了。你愿意找1000个理由来安慰自己，也不愿意离开他。你这是一种病啊，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受虐者对施虐者产生了依赖。说的你自己跟个专家似的，刚刚不是还说自己是负分吗？我虽然没谈过什么恋爱，但是我看过很多书啊，我可以给你推荐几本，兴许对你有启发。那你把书名发给我看看。看给你推荐什么呢？你推荐的书我都看完了，有收获吗？一本都帮不了我，谢你了。一点感想都没有？有。说说。第一，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
3个男主人公全都把女人当玩物，然后就厌倦了，然后就抛弃了。第二，女人可千万别痴情，否则就会上当受骗。雷纳尔夫人、安娜，包括艾玛，没有一个不被男人骗的。最重要的是第3点，女人可千万不能当小三儿，否则就会死得很惨。这不收获挺多吗？还说没有帮助？你让我看这几本书是不是像讽刺我？你想多了，我就是想善意的提醒你，别对男人抱有幻想。我早就不对男人抱有幻想。这地儿还挺怪的，这酒吧不像酒吧，公司不像公司的。哎，你说对喽，这个我来之前呢，这就是个酒吧，倒闭了，房东找下家呢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便宜租给了我。只要碰着开酒吧的，我还得给人腾地方。走来。这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他呢？见过。在什么地方见的？夏冰清我见。穿这么艳，是有什么喜事啊？我想去会沈小莹，能不能开车送我？我合适吗？我就是你的热心听众。我雇你，可以吗？收了钱了，我就不是热心听众了，我就是你的专车司机。你等会儿，我把东西放进。马上啊！你先上车。你付这钱都可以租一豪车，我这破车也配不上你。今天太关键了，关键到可能是我人生中的最关键，所以我必须坐熟人开的车，心里才踏实。也许是为了方便逃跑吧。万一发生冲突呢？你要是害怕，就算了吧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就那蓝车，你先到后边就行。他每天都会自己接送孩子。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？我想压他一头。你想压他，你就应该打扮得比他有朝气，而不是显得比他有贵气。人家是老板的正牌夫人，什么场面没见过呀？你是怎么压人家？你应该参考那个电影《情人》里面女主人公剪的那个扮相。哎，沈小莹看到了，也许心头会微微一颤。他来了。
美女，你都快站成一棵树了。夏冰清回到了车里，就一直沉着脸。然后你们就回来了？没。那你们去了哪儿？拉直。昨天刚烫的头发，今天就要拉直，怎么不喜欢？我说拉直就拉直。那您稍等，我去取东西。人又没惹你，火气那么大。哎，小心别伤着自己。闭嘴！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他没说，我也不敢问。夏冰清有没有跟你说他跟沈小莹的谈话记录？我们做完头发就回来了。我以为他会进屋里来和我聊聊天，结果没有。他说他家里的灯坏了，让我上去帮忙。就这个。哎，你别用手，会扎着的。我要用手能拧下来，会叫你来干嘛呀？是不是得用个什么工具把这个灯罩给拧下来？你怎么弄的呀？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回家一开灯就爆了。没伤着你吗？没有。真聪明，谈不上，谈不上。想知道我跟沈小莹的对话吗？那个是你们的秘密嘛，我知道不合适嘛。你必须听。听完我给你个项目，你好好听吧，我去换件衣服。这还给录下来了？我是夏冰清。我是夏冰清。你来找我干嘛呀？我跟你老公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你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女人了。那我是第几个？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呀。反正一个大餐桌是坐不下。要是让他们都有座位的话，那至少得有一间教室吧。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我一个合法的都管不了，你一个非法的还想管？怪不得他总说他忙，原来是忙着翻牌子啊。那你干嘛不跟他离婚呢？我要是跟他离婚了，他不就得祸害别人去了吗？
他曾答应要跟我结婚，他也曾答应只爱我一个人。他把我强奸了。只有被认定了的强奸才叫强奸，否则都叫偷情。你不在乎他跟别人偷情？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不在乎呀？每次我跟他要婚姻，他总说阻力在你这儿。尽管你们已经没有爱情了，但你还是缠着他不放。凡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，都会推给别人做决定的。离婚，他舍得吗？我给他生了2个那么可爱的孩子，我每天像佣人一样伺候他，我还不管他和什么女人在一起。你要是跟他结婚了，你能做得到像我这样吗？做不到。但你没管住他，就是在支持他。我要是管住他了，还轮得着你勾着他脖子？我不管他，是因为我管也管不住呀。就像一个听不进去意见的人，你跟他提再多的意见，也只能是讨恨。如果我告他强奸，你们最终还是会分手。你有他强奸你的证据吗？我如果没有证据，我拿什么底气来跟你谈判？首先，我不反对你告他，因为即便是你告他成功了，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，甚至我的心理。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想清楚，你之所以比别人穿得珠光宝气，还不是因为他给你的钱吗？你把他告倒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呀？钱没了，名声毁了，你还不能再勾着他脖子撒娇了。我连命都不想要了，你觉得我怕吗？你不想要命，命早就没了。你之所以拿命来威胁，是因为你想要的更多呀。你来找我也不过就是想搏一搏。来之前你就知道，从我这里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的，弄不好还会撞上我的怒骂。弄好了，会得到一点心理安慰。你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你不想跟他结婚。从你对他交什么女朋友的关心程度就能判断出来，他不是你能容忍的。一旦折腾到能结婚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背叛他，或者抛弃他。你不明白。你想折腾的人其实是你自己，你更不明白，你不肯原谅他，本质上是不肯原谅你自己。因为他能强奸你，你肯定也是有责任的呀。当时你本来能逃脱，或者是你自己主动送上门的。你为了减轻自己失误的心理压力，会不断夸大对方的错误。我说的对吗？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坏。
他那么坏，你为什么还愿意嫁给他呢？我要是你，我早就跟他离100回了。离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不过是把这个男人换成那个男人，而那个男人跟你结婚以后，也注定会伤害你。与其不停的换人伤害，还不如就让这一个人来伤害。婚姻不破的秘诀是相互适应的人在相互适应，而不是靠别的什么来维持。你要是真聪明啊，你就不应该管他要婚姻，而是应该管他要钱。可他的钱不就是你的吗？反正他也会满世界撒钱的，撒给你嘛，总比撒给别人要好。至少你看着不让我那么讨厌。既然你对婚姻看得那么透彻，那就跟他离了呗。让我这种还抱有幻想的人再管他几年。我没问题啊，只要他愿意签字就行。但我知道他舍不得我，能用钱追到的，一定不会用感情。我知道你来找我肯定不是他的主意。他要是知道你这么做，对你的态度肯定会180度大转弯的。不信你就告诉他试试。我给你个忠告吧，也不能算是忠告，算是个提醒吧。你的优势呢是年轻漂亮有活力，但是你看你今天卷的这个头发，拎的这个包包，成熟的都不像你这个年纪的人了。这些都不适合你的，还会让你的魅力大打折扣。当初你要是这副打扮出现在我老公面前，他应该是不会看上你的。你真好心啊！你是在教一个女人如何勾引你老公吗？怎么想那是你的事，怎么做是他的事。你现在就是在多管闲事。好，算我多嘴好吗？我不说。我完全不是沈小莹的对手。她一直在笑着，每一个笑都那么刺眼。他才是真正懂爱情的人，跟他比，我们就是小学生。他说的话呀，句句戳心，戳得我太阳穴都麻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听沈小莹的，放弃那个人就对了。重新开始。可是我做不到啊。他去把头发拉直，说明他认输了。起码在这场我和沈小莹的较量中，是的。夏冰清跟沈小莹说他有那个人强奸他的证据，可前面你说他没有保留证据，他到底有没有证据？我不知道，他每次说的都不一样。我认为
他在吓唬沈小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夏冰清根本没有证据，只是为了吓唬沈小莹？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夏冰清说给你个项目，什么项目？那天，他递给我张银行卡，他说这里面的钱购买一辆中档轿车，只要我们公司能帮他策划让他和渣男结婚的方案。这个项目你接了吗？我没结过婚，但我见过结婚。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儿，你得亲自来，怎么可能由别人策划？我想是他喝醉了，病急乱投医，我就把卡退给他了。他说他对我很失望。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实施？没有。你喜欢夏冰清吗？我喜欢和他聊天。你们之间有没有过亲密的身体接触？如果我和他之间有亲密的身体接触，他会什么都跟我说吗？只有毫无利害关系的人才会什么都讲。你们公司现在还装着摄像头吗？在我和夏冰清无话不谈之后，他叫我拆了。夏冰清脱毛衣那晚的视频录像你还保存着吗？夏冰清亲自删。夏冰清跟沈小莹的谈话录音你有吗？这么私密的谈话，你觉得他会交给我吗？在停车场第一次见面，夏冰清就上了沈小莹的车。为什么沈小莹对夏冰清不设防？说明沈小莹认识夏冰清。可我们询问他的时候，他却说不认识，连知道都不知道。看来我们都低估他了。我们要不要对沈小莹再进行一次询问？仅凭目前掌握的材料，我们没有把握从沈小莹嘴里掏到更多的信息。但我非常想见他，我对他的爱情观充满好奇，虽然我并不认同。这桌子来，横在这儿，把他那椅子给我放那儿，警服换上。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，夏冰清曾经找过你，可你上次却说你不认识他。你很漂亮。为什么答非所问？你觉得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假话，因为我没你讲的那么漂亮。如果这是一句假话，你觉得它有害吗？就像医生跟重症患者说还有希望是一样的。我承认，我是在回避这件事情。我说我不认识夏冰清，是因为我不想谈论这个人，我也不想趟他们的浑水。可是你误导了我们。配合警察调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不用上纲上线，我配合就是了。不要隐瞒。好，我可以喝点水吗？他说他上了沈小莹的车，沈小莹就说他不是第一个来找他的。夏冰清就问，那他是第几个？其他人都是些什么人？沈小莹说，我一个合法的都管不了，你一个非法的还要管。看你
岁数的人了。当初你要是这样，我老公肯定看不上你。谢谢。夏振清觉得自己被侮辱了，一摔门就走了。这个傻丫头，竟然还录音，还放给别人听。她得多信任这个人啊！你觉得这位证人的讲述准确吗？漏了关键内容。夏冰清威胁我，他说如果得不到婚姻，他就去告许山川，告不倒，他就做掉他。我说你们隔三差五就滚床单，难道还没把怨恨滚掉吗？他说睡多少那只是个量，他要的是质变，也就是名分，哪怕结了婚马上离，也是对他的一种尊重。他的威胁你告诉许山川了吗？没说，我始终坚持不过问他的私生活，这也是他爱我的原因之一。你不怕许山川有危险啊？他要是有做掉许山川的狠心，就不会来找我了。显然他在撒谎，这么严重的威胁，他一定会告诉许山川，至少会提醒他注意防范，更何况还可以达到挑拨离间的效果。你最好把你知道的一次性讲完，以免翻包闭嘴，知道吗？我只回答你们提的问题，其他的我没有义务向你们倾诉，对吗？你跟夏冰清说，她不是来找你的第一个女人，那其他的还有谁啊？我都是瞎编的。我故意说许山川在外面有许多情人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夏冰清抱有幻想。夏冰清跟你说，他有许山川强奸她的证据，他告诉你是什么了吗？他没具体说，我也没问。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证据。你跟夏冰清说，许山川对他实施强奸的时候，他或许可以逃脱，又或者是他自己送上门的。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虽然没有学过刑侦，但我也知道，非陌生人强奸哪是那么容易界定的。难道不是许川川告诉你的？别说他强奸别人了，他在外面跟任何异性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告诉我的。我不问，这个家就是太平的。我要是去深入的了解他的私生活，就等于拿自己的头去撞马蜂窝。结婚之前你知道许山川有这个爱好吗？我要是知道，我还会嫁给他吗？你不是学心理学的吗？没看出来？结婚之前他对我是很专一的，从他对我的态度推测，他有出轨行为应该是我在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。贪财好色是他的本性，除非我执意要跟他离婚，否则我是不会去挑战的。你说贪财好色是许山川的本性，这4个字说起来不好听，但细想一下，绝对不是脏话。在不犯法的前提下，贪财说明他有事业心，好色说明他审美正常。如果一个男人视金钱如粪土，见色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他就不属于这个尘世了，早就成仙了。照你这么说，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样啊？至少我认为。咱们是不是跑题了？坐我车吧，我送你。谢谢。你丈夫是不是出轨了？你被审出神经病了吧？我从你问我的问题里发现你丈夫出轨了。
真自以为是。自以为是的是你。你不信任别人，敏感多疑，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，具有将周围和外界事物解释为阴谋等非现实性观念，因此你过分警惕和抱有敌意。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怀疑你患上了偏执型人格障碍。你今天的表现证实了我的判断。做女人别那么拼，再拼心里就要出问题了。你真的对徐山川的花心不计较？我早就云淡风轻了。哼哼，就像做跷跷板，你不可能任由它把你翘到天上去。你能把你这头压下来，保持跷跷板的平衡，心里一定有个巨大的秘密，只是我暂时还没发觉。那你就去发掘吧，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。冉家这么早啊？我又听了一遍温超的录音，有点不大对劲。哪儿不对劲啊？你记不记得温超的讲述中，夏冰清说，那个人在那天放着某首歌的时候把他强奸了？温超当时问了几个问题。哪天啊？谁把你怎么了？哪天？谁把你怎么了？3个。夏冰清回答了几个。面试那天把他给强奸了2个。还有一个问题是夏冰清没回答，还是温超故意不提？传唤温超。过来。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？不知道啊。该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了。可你骗了我们。我没有啊。我们去你那儿找你，和把你叫到这儿来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知道你坐在这儿撒谎的后果吗？我没撒谎啊。好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想清楚再回答我。徐山川到底有没有找过你啊？想清楚回答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这事儿真的没有。哼哼，你是不是应该先问徐山川是谁啊？你不是说你不知道跟夏冰清在一块儿的人是谁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为什么撒谎？害怕，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。你怕徐山川知道他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很危险啊？那我问你啊，你觉得是徐山川杀的夏冰清吗？我没这么觉得，我是真不知道啊。我呢，只是知道这个徐山川这个名字，我跟他就到现在为止，就是只见过1次。我发誓。好，我选择再相信你1次，你别让我失望。夏冰清的录音里，你听到了夏冰清对沈小莹的威胁吗？我听到了。夏冰清说，如果告不到徐山川，就除掉徐山川。之前为什么隐瞒这句啊？害怕牵连吧。另外就是
我确实接了他这个项目。上次不是说没接吗？他说，要么我策划一个让他跟徐仁川结婚的方案，要么策划一个除掉徐仁川的方案。丁正浩当时差点就吓尿了，他还在那儿悠哉地喝着咖啡，就好像是叫我去削一个苹果那么淡定。这样的项目你也敢接呀？我不敢接，我也不想接，但我内心就有点想接这个项目，是因为我公司的效益不好，太缺钱了。你收了夏令金多少钱啊？他那个银行卡我是实在我是退不掉，我就没办法，我就说那我不要卡，我要现金。我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给双方都留点思考的余地。公司只能做好事，不能做坏事。那就做件好事，让他娶我。你觉得这可能吗？那要看你的本事了。说实话，在我看来，让他娶你比除掉他更困难。那就除掉他。非得走这一步吗？为民除害也算做好事儿。那天在车里，沈小英跟我说我不是徐山川的唯一，当时我不信，我觉得他是在故意灌水，挑拨我跟徐山川的感情。事后我调查，徐山川不仅跟小刘和小颖约会，还会约别的女孩。有的时候小刘和小颖刚走，别的女孩就来了。这是种病吧，叫性瘾症。也就是说，我从徐山川那儿离开之后，他也一定交过别的女孩。约女孩就像点菜一样，想来一道来一道，都不知道哪一道才是他的正餐。他跟他们说同样的话，做同样的动作，送同样的礼物，就像一个批发商一样。既然他那么渣，放弃算了。他把我毁了，我也得毁了他。只有这样，我才相信这世上还有天理。这创意不行，想象力不够，视觉冲击力也不够，然后记忆点也不够，拿回去重做。啊哈，那行吧，那我们重新再做个方案。行，我这边先走了。好，那不错了，好，再见。哎，我的那个创意呢？你准备什么时候下手啊？他过生日那天行吗？7月20号。啊。按常理的话，他应该跟家人先有一个派对。那你就让他先应付家人，然后再把他约出来，啊，晚上10点整，莲湖大酒店3楼朝北的房间。为什么非得是朝北的房间啊？朝南对着酒店大门啊。那人多容易发现啊。朝北下面是一个封闭的草坪，我觉得比较隐蔽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首先，酒店得先订一房，一旦他来了，你就设法把他引到阳台，然后吻他，然后顺势3楼可摔不死他，就是不想让他死。你得让他后半辈子在轮椅上度过，
这是报复的最高境界。你看，咔嚓，他一下就死了，他就无法体会到你对他的报复，他也无法体会到这些年他给你带来的伤害。你想想，一个人每一天都躺在床上，每一天都在恨你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啊！只要他恨你，他身上就会产生一种痛苦的毒素，伤害他自己。他要减轻这种痛苦，只有忏悔。有忏悔，有内疚，就有机会让他主动地向你提出结婚。看新娘，肤白貌美，纯洁善良。看新郎，坐着轮椅，喜气洋洋。你坐轮椅了，谁还跟他结婚？哎，可婚姻不就是无论对方富贵与贫穷，无论对方疾病和健康，都永远和他在一起？你怎么知道我说过这话？婚礼上不都这么说？我出钱找你办事儿，你让我自己动手是吗？你要是害怕了，哎，你就放弃。你放弃，我就把策划款权退给你。我不要他坐轮椅，也不要什么最高境界，我就要我们俩一块摔下去。你最好做的像个意外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。其实无论是你要除掉他，还是你俩要同归于尽，都不需要找我做策划。不一样，我太孤单了，我得找一个人推我一把才行，不然我可能到一半我就泄气了。原来你是想找我做监督。你要是像我一样倒霉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别人的支持特别重要。阳台有栏杆啊，那怎么摔下去啊？你得提前对栏杆做手脚才行。得让我摔得利落一点，找一个高一点的房间。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他是把对沈小莹的气转换成了对徐山川的恨。距离7月20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夏明清竟然不喝酒了。每次他从外面办事儿，或者是应酬回来拐到公司，再也不提徐山川，话也变得少了，好像是人要死了，胸怀突然变得宽广起来，又或者是终于明白了，在生命面前他之前计较的那些事儿只不过是鸡毛蒜皮。他每回来我这儿，我都问他，我们把合同作废吧，解约吧，他坚决说不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接了砂糖局的广告策划，我的账户上没那么惨了，我是真心希望他解约的。你说的毁约，只是口头上说的，还是把现金退给他了？口头上，但只要他同意，我立马把钱给他。但是他不想解约的态度非常坚硬，他话越来越少了，从话痨变成了寡言，好像每天在思索着什么。那你是怎么完成夏冰清交给你的策划的？我想了好几天，终于想到了一个靠谱的方案。为什么不是莲湖？5星级大酒店过生日才显得更有仪式感。房间开了吗？你不需要房间。你是想告诉我你不干了是吗？10万块钱杀2个人，你这事我干不了。那多少钱你肯干？多少钱我也干不了啊！你给我10个亿，我也没命花呀。这辈子我跟你说过的话比跟我父母说的都多。我这么信任你，你一直在骗我，你就跟我订个晚餐，就赚我10万块钱策划费是吗？我不是骗你，我给你想了一个 B 方案。我不想听。
那这样，你当我违约，我把钱退你。我真是交友不慎。这世上我还能相信谁呀？我认真的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，既能保得住2条人命，又能让你达成目的。我把这个方案的名字定为“杀人诛心”。找什么呢？怕碰到熟人啊？你怎么没去莲湖啊？你不觉得这里更有仪式感吗？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我去开个房间，咱把菜啊、酒啊点到房间喝。这2年烦透我了。没有啊，为什么这么说呀？那男你认识啊？我放下你了。什么？我说我放下你了。不是，所以你要……对，你想的没错。我要跟你分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绝对不会再纠缠你了，咱俩之间也没有瓜葛了。为什么呀？能给我个理由吗？我一直没认清自己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直到我遇到了他，我才知道我真正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的。咱俩之间不是爱情，更像是一种畸形的供需关系，现在慢慢发展成了一种敌对关系。你是在逗我吗？那男的不是在国外蓝马踢球那球星吗？对啊，你也认识他吧？你的意思是他看上你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觉得我不配是吗？啊不，没有，不是，我是说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？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从小就是邻居。他回来探亲，我们就又见到了。感情这种东西嘛，你也知道，就是很微妙，三言两语也跟你说不清楚。他们那个圈子，你熟悉吗？靠谱吗？你别回头再给骗了。靠不靠谱的，先处处看呗。反正他不会在决定娶不娶我之前，先考虑离婚的事儿。你看啊，这是你对我的怨念啊，但是我不希望你把对我的怨念来左右你自己的未来，你清楚这点吗？我想得很清楚。这里面关于你的一切，我全都删了。我说到做到，绝不纠缠。跟我有关的一切都删了。你不信？我信。我信。
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问你，你爱我吗？爱过。用词真准确啊，爱过，转瞬即逝吧。我是真的想娶你。哎，你给我一个最后期限，我可以马上跟他分手。你知道沈小莹不跟我离婚，我就没法娶你。照这个样子耗下去，最后只能是耽误你。尽管我爱你，但比起占有你，我更想让你能够幸福，你明白吗？嗯，明白。谢谢你啊，冰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们这边差不多要结束了，要不我去房间等你？哎，你先等一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哦，这位是徐山川，我前男友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很巧啊，我也叫阿川。冰心跟我提过你，没关系的，每个人都有过往嘛，我不介意。啊，我看过你踢球。你也喜欢踢球？有机会咱们一起踢啊！来，耶！那你们再聊多一下，我还是在外面等你。我们很快就会见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你们聊啊！来吧，给一个告别的拥抱吧。你知道我有多不舍吗？但是，知道你能幸福，我也得学会放手。嗯，我会幸福的。再见了。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对吗？你不怕我反悔吗？好了，赶紧过去吧，别让爱你的人久等。特别黏我，哎呦，一会儿不见就微信轰炸了。生日快乐啊！谢了。下面这首歌是夏小姐啊，为了刚刚被分手的徐先生编的啊，歌词是夏小姐写的，我也是头一次唱啊。也许你伤悲着伤尽天亮，才遇见我，还不完的账。你也曾说过让我做你的新娘，可是你又不讲和老婆分家当。你不用再撒谎，反正你说了也不认账。我要收拾我的行囊，我要陪他去远方。反正你除了我，还有其他一大帮。我走了，给他们疼。怎么个意思，哥？还能换首歌吗？那你想听啥歌？哎，别急着，接着唱啊！这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这么的歌，我先把这歌唱完了，唱你爱听的，好吧？对，来。你嘴上在逞强，你心里管不住的浪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来了，哥，你就是没有胆量，我要离开。喜事儿谈不上吧？割掉不良资产也算是去了一块心病。行，你给他们几个打电话吧，啊，我安排姑娘，咱好好庆祝庆祝。手机那边的风，是我守候的温柔。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
每一刻孤独的承受，只因我曾许下承诺。怎么了，山川？啊？哎，你约我们出来，你在这儿愁眉苦脸的干嘛呢？是真高兴不起来呀。传弟呀，听哥劝你一句啊，本来就是你情我爱的事儿，由他去吧。小夏走了，不是还有小春呢、小秋啊、小冬子吗？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是你知道小夏这个人，他有时候犯起小姐脾气来，我连做梦都想跟他一刀两断。你说我从小到大没有女的敢对我这样，说我是不是贱？今天走到这一步了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来，大家来啊，来一块儿结账了啊！辛苦了啊，谢谢啊！哎呀 ，thank you very much 啊！谢谢啊！哎，那徐先生已经打点你了，我就不给你了啊。OK， 唱真好。那收到钱的各位老师就可以收工了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超哥，我演的咋样？好着热哇！那怎么你一个西北人，刚刚说了一嘴台湾腔？哎呀，我其实是这个酒店的门口嘛，每天迎来送往的。我说我们西北方言，人家觉得土得很。然后我就说了一口港台腔，他们说我特别像那个球星，对不？我还有英文名呢，我叫飞利浦。那走吧，飞利浦，咱们一块儿喝酒去。喝酒我就不去了，我明天一早上班。后来你们去了哪儿？后来，夏冰清突然想喝酒了，我说了几个地方，他也不想去，我们就从外面买了些酒和吃的，回我公司喝了。当时他什么状态？喝多了吗？说了什么？他吃的很少，也没怎么说话，偶尔说一两句话，跟这事儿没什么关系。但是他一个劲儿的灌自己酒，我拦也拦不住，他一会儿就喝到不省人事了。行啊。怎么睡这儿了？昨天晚上吐了3次，肚子肯定吐空了，趁热吃点早点。哎，不吃了，回去洗个澡，换件衣服。拍的好梦一夜又该结束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都等你一晚上了。怎么了？放不下我啊？放得下，我就是觉得，咱俩是不是应该好好道个别啊？真舍不得你，以后我不在身边，你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。来个完美的最后一次，我再给你笔分手费。这算什么呀？打发我？这叫缘尽仍留慈悲。这种慈悲还是留到你跟沈小英离婚的时候再用吧。逗你玩呢。逗我玩？什么意思？昨晚上那场戏就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喜欢吗？至少开心了一宿吧。
想让我离开你，别做梦了，咱俩没完。这叫不离不弃。还想要完美的最后一次吗？我说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？你知道你有多恶劣吗？你这相当于我被释放了，刚走出大门就被你给叫回去，说放错人了。夏冰清有没有跟你提到后来徐山川有没有再找他？没有。后来他来我这儿次数也少了，好像对我产生了警惕。他为什么要警惕你？也许是我知道的太多了，也许是徐山川提醒了他。行了，好好想想，还有没有什么漏洞没说的？好像没了。文超，你要是真想证明你自己是清白的，你就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别在这跟假搞似的。我懂，真没了。经过这几天对温超的询问，你有什么收获呀？第一，徐山川担心夏冰清留有证据，说明强奸还有可能发生过。第二，沈小莹未必像他说的那样，并不和徐山川交流有关夏冰清的信息。人人都在说谎。为什么人人都在说谎？你见过一上来就说实话的嫌疑人吗？我要是犯罪嫌疑人，肯定说实话，绝不给警务人员添麻烦。从谎言中找真相，才是咱们存在的价值啊，小哥哥。走吧。小邵，我自己进去吧，1对1他能放松点。王志，有录音录像，没事。坐吧。所以你叫我来，不是为了听歌的吧？这歌熟吗？我在卡拉 OK 会经常点。徐山川，看你仪表堂堂，穿衣品味也不错，坐拥这么大企业，开口还能唱英文歌，怪不得那么多姑娘都喜欢你。如果你就是愿意聊一些跟案件无关的事情，我有权利拒绝回答你任何问题。那我们就聊点有关的。夏冰清面试那天和你发生了性关系，事实好像跟你说的不符啊。我不知道你从哪里了解到的情况，但我说的是真的。你说啊，一个没有性经验的女孩，第一次见面就主动投怀送抱，这为什么呀？因为知道我能带给她更好的生活。也就是说，发生关系之前，你给过她许诺？算是吧。你这是诱奸行为啊！因为许诺之后发生性关系叫诱奸。那些求婚的还有许诺的呢？
那算什么？好，问点别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有没有过威胁夏冰清说，如果他再纠缠你，你就杀了他之类的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他这个意思，他是不是觉得万一他要出了意外，我可以照顾他的父母？你说他为什么写这张纸条啊？是不是什么关于他的安全受到了威胁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想过做掉他吗？我为什么要想做掉他呢？因为去年你生日的时候他玩了你。那这是个多大的事儿呢？不生气？我生气啊，但是生完气之后就没事了。他经常跟我耍小贱皮子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有那么包容他吗？据我所知，刘玉萌有一次跟你开玩笑，把你吓了一跳，你把他给骂哭了，2个月没跟他说过话。我说过我喜欢夏冰清。他找过陈小莹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知道他们之间说什么了吗？他跟他摊牌嘛，他说他想嫁给我，想让沈小莹跟我离婚。他这么骚扰你的家庭，你不生气吗？不是，这到底跟案件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，这可能是你们2口子的杀人动机。你这完全就是无端的揣测嘛。那我不可能杀他了，沈小莹更不可能杀他。为什么沈小莹不会？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，就算他答应跟我离婚，他能分到1半的财产，但是杀人要偿命的，他干嘛那么糊涂？答应离婚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跟他提过离婚吗？我提过一次。因为夏冰清。对。徐山川，你这不是喜欢，你是爱上他了，对吗？一个你爱的人被杀了，你一点都不痛心。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，今天把你叫到这儿来，是因为目前只有你存在杀人动机。你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就必须好好配合我，否则有一天你坐到那个凳子上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任何机会了。你真考虑过跟夏冰清结婚吗？跟我走。跟沈小莹没有婚礼，那是他的意思。但其实我是非常渴望有一场婚礼的，因为我是一个，就是觉得生活需要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人。所以你和夏冰清办了一场假婚礼，倒让你刻骨铭心。对。你觉得他爱你吗？
胜过我爱他。在你眼中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通过你的描述，我觉得他很可爱，直来直去，很浪漫，还有点天真。他呀，就是，他这个人呢，除了有点任性之外，对我还是很好的。就是我带他去跟我的朋友们聚会啊，或者应酬什么的，他都能做得到有里有面。我的朋友们都很喜欢他。多聪明可爱的姑娘！你们在一起的这3年，他跟别人好过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自信的。他很专情，这个也是我想跟他结婚的原因之一。你撒谎。